美高官想改变现状，防止中俄军事联手，有点意思，但美做法没意思，中俄清醒着呢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开门见山，中美俄上演现代版《三国演义》，但美却想打破平衡。可惜造化弄人，最终赢家呢并非美国。我们都知道，自打美国坐上了这世界第一的宝座呢，就不愿意下来。不过呢，这一点也能够理解，毕竟当过第一的人，谁能够甘心再当第二呢？如果美国只是想要正面获取自己第一的宝座，那也无可厚非。但是作为海盗出身的昂萨人，骨子里深刻的掠夺，又怎肯公平的竞争呢？于是美国为了让自己的掠夺合理化，便给自己找了两个假想敌，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。那么美国围绕着这两个假想敌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，其中呢，俄乌冲突便是美国用来遏制俄罗斯发展的一种途径，企图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让俄罗斯和欧洲翻脸，达到收割俄罗斯、积累代理人战争经验的目的。而美国这种不顾死活的做法呢，打破了中美俄的三角格局。目前，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发出警告，表示美国用尽一切方法防止并且确保中俄不会建立军事同盟，并且呢，他还表示现在的局面远比冷战时候更加复杂。那么，按照米利的说法，美国要意识到并且注意，不要推动中俄两国在军事层面上走得更近。可惜，美国政客呢，压根儿没有把这当回事儿。其实呢，从客观角度上来讲，米利算得上是一个相对理性的军人了。相较于美国那些高傲且无知的部分美国政客，至少知道不能拿美军的生命开玩笑。前阵子呢，他还警告美国政客要降低对中美开战的热度。但是从米利的警告当中，我们也能提取到几个信息。第一呢，美国担心中俄建立战略军事同盟，美国官员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担忧。毕竟，作为世界上不惧怕美国并且不顺从美国的国家，中俄敢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。此外，中俄都合理拥有核武器，这对美国来说呢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担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中俄之间的友谊根本不需要通过军事联盟来维持，中俄无上限的合作关系呢，已经证明了一切。中国遵循不结盟，俄罗斯呢也必然会尊重中国的选择。那么，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拿这个说事儿，原因也很简单，美国心里很清楚，中俄必然联手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。其二呢，美国军队对美国政客口无遮拦的担忧。退一万步来说，中俄背靠背都是托美国的福。有分析人士表示，美国最大的愚蠢之一，便是将原先愿意顺从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自己的敌人，还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能力阻止这些国家抱团取暖。我们都知道，普京原先的战略是向西看，现如今呢被迫向东看。难道不是美国一手策划，逼着普京向东看的吗？显然，中美俄三国演义，美高官呢想要改变现状，打破平衡，防止中俄军事联手，这个想法呢有点意思，但是美国的做法实在没意思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